大家好，这里是一个离不开宗教信仰的频道。台湾有被称为地表最大的迁移活动——大甲妈祖绕境。在印度也有一个号称全球最大规模的宗教庆典——大壶节 Kumbh Mela。目前印度是全世界疫情最严峻的国家，是什么样的原因让大批信徒仍执意参加这场盛典呢？大壶节源自印度神话传说，有一次印度教神明在和一群巫魔争夺一个茶壶的时候大打出手，原因是这个茶壶里面装有长生不老药，但在争夺过程中不慎把壶打翻了，壶里面4滴长生不老药分别落在印度的安拉阿巴德、赫尔德瓦尔、豪尔多尔、乌舍衍那乌镇、纳西克 Nashik 4座城市里。这4座城市也被印度教称为圣城，这让我想到卡通七龙珠，只要把散布在各地的龙珠找齐，就可以召唤出神龙实现愿望。这4座城市每3年分别轮流庆祝一次大壶节，称为小礼，也就是说每个城市会相隔12年才会举行一次，每12年举行一次大礼，2次大礼之间举办一次半礼，而今年刚好是大礼，所以额外受到瞩目。而这4座城市中，以安拉阿巴德最受欢迎，因为这里是3条圣河汇流处，分别是恒河、亚穆纳河、萨拉斯瓦蒂河。据说浸泡于河水之中，能洗涤罪孽，获得救赎，医治身上的疾病，超脱轮回。有些人会待在水里很长的时间，忍耐低温寒冷的辛苦。也有些信徒会祈祷，因为在那个时刻，彷佛远离了世俗的尘嚣，是与神明最接近的时候。许多隐居在各地的苦行僧也会长途跋涉的前来参加这场活动。苦行僧是印度修炼的一种方式，已有超过1000年的历史，目前约有400万至500万人。他们时常是蓬头垢面，衣者不修边幅，用烟灰涂抹身体。有些人是用人类的骨灰向人们展示苍白的面貌，代表他们在世俗生活中的死亡。苦行2字代表必须忍受常人不能忍受的痛苦，透过冥想修行，把自身的物质欲望和情欲降到最低，锻炼自己的忍耐力和对欲望约束。修行方式千百种，断食是常有的事情，也有居无定所过流浪的生活。极端的例子屡见不鲜，有位僧人举起他的右手不放。你可能会说，举右手谁不会呢？然而他一举就是43年，这期间都没有放下来。对外人来说这是痛苦，但是对苦行僧来说，身体是罪孽的根源。他们追求的是灵魂的解脱和精神上的享受。回到大壶节，印度受到传统重男轻女的影响，因此包括大壶节在内的许多宗教节庆对于女性都有不同的限制。大壶节直到2013年才首度开放女性没有限制的身家权利。
201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。你知道照片中这位男性是谁吗？他是印度现任的总理莫迪，其职位相似于行政院长，正在为印度人民祷告。由此可见，不论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，都会参与这场盛事。今天故事介绍到这边，如果有没介绍到的地方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处补充。以下是我个人的看法。我常说宗教讲的是律法和规矩，讲求的是冰冷的法条，只要你遵守，就能达成你心中的愿望。其本质是由人设立的，只要与人牵扯上关系，就容易有利益和人际关系上的连结产生。在人的辖制下，无法的是真正的释放。许多人是因为人的因素而来到教会，却也有许多人因为人的关系而离开。正所谓成也风云，败也风云。最终我们还是要回到人与神的关系。我更追求的是信仰。信仰是自由的。比方说佛教有一戒不杀生。如果你的内心也认为杀害动物作为自己食物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，为此决定往后只吃素食，那可以把这件事当作是你个人的信仰。你可以依照自己的理性判断做出选择，这是自己与神之间的关系，更像是一种信念。如果今天大胡节只讲求宗教律法，那就不会理会任何外在的因素影响，如疫情肆虐仍执意如期举办，失去了人的理性判断和思考能力。如果你迫切的想表达，我心中是有神的，是尊敬和敬畏神的，那等到疫情缓和或结束后，自己一个人选择任何一个日期下水浸泡，都可以证明你跟神之间的关系。不必一定要选择团体聚集的时候才做这件事。集体的行动是宗教行为。如果你真的相信有神并奉为圭臬，那神会更看重是你的内心和平时的行为。今天先讲到这边。如果你喜欢我视频内容的话，那么记得要订阅我的视频，下次不会再错过我的视频。再见。